含末世来临，我中奖2000万，将地下室打造成末世堡垒，物资应有尽有。而公婆一家则在34层的顶楼忍痛挨饿。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您这张彩票号码我打错了一个数字。彩票店里，老板歉意地对我说。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自己的双臂。明明是炎炎夏日，我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，那是前世刻在骨子里的伤痛。我不敢相信，我居然重生了。家族群里，公公婆婆还有我的老公在不停地发信息，催促我买彩票。公公很不耐烦，黑钱货，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，赶紧把彩票买回来，别耽误我中大奖。老公的语气更是刻薄。黄脸婆，出门这么久，不会是在外面鬼混吧？婆婆也在责骂，没用的东西，回来时别忘了买菜，想饿死我们啊！看着家族群，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。公婆一家都是彩民，喜欢买彩票，天天幻想着中奖暴富。上辈子他们给了我一组号码，让我出门买彩票，但老板不小心输错了几个数，为了节省几块钱，我没有重打彩票，而是将错就错，拿着输错的彩票回家了。没想到公公见我买错了彩票，当场发飙，骂我是赔钱货，阻断了他们发大财的机会。老公也说我晦气，把我打得头破血流。婆婆更是狠心把我推下楼梯，让我摔断了腿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公布中奖号码，我误打误撞买错的那张彩票居然中了2000多万大奖。公婆一家高兴坏了，马不停蹄去领了大奖。可他们全家暴富后，对打残我这件事不但没有愧疚，反而因为我双腿断了，怕花钱给我治病，把我扔到了小区的地下室里自生自灭。他们每天像喂狗一样给我扔一碗剩饭。我本想等伤好之后就离婚，但没想到世界末日来了，全球气温迅速降低，短短几天内就从30多度降到10几度、0度，甚至零下50度，全球都像被冷冻一样进入了冰雪世界。他们不再给我送饭，我在地下室里忍着寒冷和饥饿，最终惨死。然而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，我居然重生了。此刻距离全球冰封的末世只剩下不到1周的时间了，我心中升起一团火焰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复仇。我对彩票店老板说，大哥，打错了没关系，错的我也要，我再给您钱，您再帮我出一张正确的号码。正确的彩票给公婆一家，错的那张会中大奖的是属于我的。我拿着2张彩票，按照以前的习惯顺便去菜市场买菜，准备给那家恶人做饭。但这次我没有买那些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，而是专门挑选了最便宜的、最容易腐烂的东西，毕竟他们也吃不了几天了。回到家，公公在书房研究着下一期的彩票号码，老公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婆婆正忙着摆弄她的金银首饰。她总觉得钱会贬值，这些首饰才是最靠谱的，但她并不知道，等到末世来临，只有食物才是最宝贵的。我进屋后，婆婆赶紧放下她的吊坠，手忙脚乱地收起来，生怕我会抢一样。她嫌弃地说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是不是真出去鬼混了？老公一听这话，立刻抬起头怒吼道，你敢鬼混，我就弄死你！我把彩票递给公公，公公，你要的彩票打好了。公公看了一眼彩票，核对了一下号码，发现是他之前发给我的正确的号码，他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黑钱货，你也就这点用处了。然后他转身继续研究他的彩票。婆婆看到我买的菜很多都是不怎么新鲜的果蔬，她又开始骂我，笨死了，你买这些烂菜叶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买新鲜的？才买这么点儿，够谁吃呀？我小声解释，今天菜场打折，这些菜很便宜，有一半都是送的。婆婆一听总算满意了，她把菜扔到我身上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做饭呀！我心中恨不得在饭里下点毒，让他们一命呜呼，但我必须忍住，因为一死了之算是便宜他们了。这种恶人只有慢慢折磨才能让他们刻骨铭心。第二天，果不其然，我藏的彩票中了2500万大奖，税后整整2000万，而公公那张彩票没有中奖，他气得在家里摔打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说肯定是沾染了我的晦气，导致他们没有中奖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趁出门买菜的功夫，我戴着口罩和帽子直接去了彩票中心，把税后2000万奖金领了出来。我当场捐了200万，存款900万，取现900万。我必须用这些钱尽快打造一间末世安全屋，因为距离大冰雪的到来只剩5天时间了。据说是一颗行星路过太阳系，行星会阻断地洋之间的光热传导，造成地球极寒天气。这种现象起码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，3个月会让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灭绝。而我必须想办法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。安全屋的地点，我选择上辈子被冻死的地下室。地下室将近200平的面积，如果利用好，足够我生产生存。我联系了一家安保材料装修公司，告诉他们我要做生意，需要把地下室打造成一个既防潮防水，也可以隔温恒温的仓库。装修公司的经理说需要时间调集资源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把200万现金甩到他们面前。经理眼睛都直了，姐姐你有钱你早说嘛，别说弄一个顶级工业温室了，你就是想打造一个太空房都没问题。我非常满意。我做生意着急用，如果你们在保密的前提下能提前完工，我不仅会多支付100万尾款，并且你每提前1天
我就多打10万。姐，没问题，你就是要星星，我也给你摘下来。老板看到这么多钱，早钻进钱眼里了，恨不得把全公司都叫上来施工。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房子，比如别墅或者顶楼，但前世我是在这套房子里死掉的。我心里有个执念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在这套房子里好好的活着。在超能力的驱动下，原本需要10天才能完成的装修工作，居然在2天内就顺利完工了。我看着这间固如堡垒的房子，心里十分感慨。里面有好几台空调、冰箱、火炉，甚至还有10几台静音发电机。我对此非常满意，我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尾款和奖励。安排完安保公司的施工后，我去了趟批发市场，因为要购买大量物资和食物，去超市肯定会引起注意，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百货批发商，告诉他我要在小区里开一家食品超市，需要囤积大量物资，主要是食品。我给了他3天的备货时间，并同样承诺，如果每提前1天完成就奖励10万，不出2天，他们就把所有物资准备好了，并在深夜直接送到了地下室。地下室平时几乎没有人，所以没有人发现。批发商离开后，我非常满意地清点了所订购的东西，有上百斤的米面粮油，几百斤的蔬菜，几百斤的肉类。考虑到冰封后的取暖问题，除了发电机，我还买了很多燃气罐，以及柔软舒适的棉被和纺织品。我还为自己准备了10几套太空级别的防护服和羽绒服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和自热米饭、火锅，衣食住行都解决了还不够。我还为自己囤了好几箱卫生巾、打发时间的游戏机。我还去商场买了一些高档化妆品，即使在冰封期间，我也要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。这些都解决了之后，我还去了趟药店，为自己准备了各种常规药品。因为末世结束后，很多人都会受伤，需要大量的药品。我一边偷偷打造自己的安全屋，一边应付公婆一家人。第4天的时候，气温突然从30多度降到了10几度，白天突然变暗，天空还下起了小雪。气象局一时之间找不到原因。此时物价一路飞涨，我每次去买菜都是空手而归，或者只买一些最便宜的咸菜、馒头。老公和公公婆婆都非常不满。婆婆说：“你就是喂猪也不能喂这么点啊！你想饿死我们吗？”我非常委屈地说：“现在气温突然下降，物价上涨的厉害，现在买颗白菜都到100块钱了，100块钱够买好几张彩票了。要是都买了菜多亏啊！”公公一听很高兴。对，买颗白菜吃了就没了，但是买个彩票，万一能翻身中大奖呢？第5天，雪停了，气温却降到了零下10几度，所有的物资都出现了短缺，食物、饮水和衣物等关键物资的价格甚至上涨了100倍。社区提前启动供暖，但暖气费用高昂，家里的存款远远不够。以前只需几千块，现在却要好几万。家里的存款都是定期，暂时取不出来。冰箱的食物消耗容易，补充却变得异常困难。老公和公公把目光盯向了婆婆，无奈之下，婆婆只好卖掉所有的首饰去交了暖气费。她心疼死了。社区虽然提前供暖，但随着物价的飞涨，连蜡烛都从5毛钱涨到了500一根，蔬菜水果、米面粮油的价格也高得离谱。到了第6天，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。由于气温过低，一些地方的管道和线路被冻坏，出现了停电现象。小区通知说，晚上6点后电梯将停运，以后所有人都得爬楼梯。而婆家住在34层的顶楼，这简直是个噩梦。就在这时，家门被敲响了，是隔壁的美女邻居小雅。她和我老公从小一起长大，两人算是青梅竹马。小雅一直想找个有钱人，所以并没有和我老公在一起。她进屋后非常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嫂子，你好啊。”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：“小雅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”小雅倒也直接：“嫂子，我家里好冷啊，但我连暖气费都交不上，我爸妈年龄大了也没积蓄，能不能在你家借点吃的？”老公是个见色忘义的人，一见到小雅就毫不犹豫地拿出米和面，还有2颗白菜要给小雅。婆婆在旁边心疼地直眨眼，示意她别这么做，但我老公根本不听劝，公婆劝不了他，就转而瞪我，意思是让我来劝劝。我假惺惺地说：“老公啊，现在物价涨得厉害，咱们也得省着点用。”我故意对小雅说：“小雅，你家里没粮食，你就少吃点，就当是减肥了。”小雅一听，显得很委屈：“哥哥，嫂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嫌弃我。”我老公立刻很心疼，他骂我：“臭婆娘，别瞎说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”他转头对小雅说：“别管那个黄脸婆，你这么好开，怎么能饿肚子呢？”小雅笑嘻嘻地说：“谢谢你们，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”小雅走了之后，我老公又骂我：“臭婆娘，刚刚谁让你插嘴的？我多没面子！”公公婆婆也换了副嘴脸。公公说：“对呀，人家小雅多孝顺，为了爸妈才要东西的，哪像你整天就知道气我们。”婆婆接着说：“看人家小雅身材多好，将来肯定能生儿子，哪像你结婚2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”我听了之后寒心极了，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情分已经耗尽，看来是时候该离开了。怎么办？你把食物给了小雅，咱家马上就没吃的了。现在赚钱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买彩票了。
我又对公公说，公公，不然你再写几个彩票号码，咱们买彩票好不好？公公一听眼睛就亮了，他立马闭上眼睛，凭感觉写下了几串号码。我忍住笑，那谁去买彩票呢？我故意说，老公，你出去买彩票吧，外面天太冷了，我们会冻坏的。我老公一听就怒了，你也知道能冻死人，你还敢让我出去？你是不是存心想气死我？公公婆婆也心疼地说，外面天这么冷，我儿子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儿媳妇，你现在年轻，是家里最没用的人，不是你去还能是谁去？说着老公已经把我推到了门口。臭婆娘，少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。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而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戏老娘演完了，赶在电梯停运前直达负一层。我刚下电梯，电梯就断电了，这意味着以后负一层更不会有人来。我来到我的保温屋，打开了通风设备和暖气设备。之前在婆家，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天的剩菜稀粥，嘴里都快忘记了肉的味道。我立刻从冰箱里拿出了真空包装的烤鸭，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。我狠狠地咬了一口鸭腿，肉味一上头，我全身洋溢着幸福。当然，我还要有下酒料，也就是我的电子榨菜，那就是34楼的监控。离家之前，我早就在客厅偷偷安装了监控，公婆和老公的一切都在我的眼皮底下。电梯停运后，物业在群里发了电梯停运的通知，婆婆居然在监控里幸灾乐祸地说，电梯停运的好，这样那个赔钱货回来就不能坐电梯了。老公也笑，臭婆娘只能一步一步爬上34楼，累死她才好呢。可到了天黑，我还没有回去，老公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抱怨着怎么还不开晚饭。我不在家，做饭这件事毫无疑问就落在了婆婆身上。很快公公也催促，死老太婆，儿媳不在你还不去做饭，想饿死我们爷俩。婆婆本来不太情愿，因为她习惯了我伺候她，可现在家里2个大男人都在命令她，她只好去厨房了。结果他们不节制，婆婆得意地说，冰箱里居然还有半块猪肘子，咱们快吃，瞒着那个黑心儿媳，吃了之后等她回来就剩下几根骨头让她啃。他们不知道，冰箱里剩下的全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烂菜，而那块猪肘子是家里最后的一块肉。他们把米面油都借给了隔壁邻居，这块猪肘子就是他们最后的晚餐。吃完饭后，我还没有回来，公公终于想起了他的彩票。公公说，那个死儿媳怎么还不回来？她该不会是中了彩票，想自己独吞吧？我觉得好笑，他还是有点脑子的。我确实中了彩票，可惜钱啊，早就存入了我的卡。老公正在低头玩手机，和隔壁的小雅热聊，被公公打断后，他非常不情愿，为了不让全家的彩票飞掉，他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接电话的时候，刚吃完半只烤鸭，老公听到我吃东西的声音，顿时非常生气。臭婆娘，你搞什么鬼？我们全家都在饿肚子，你居然还在外面偷吃？你在哪儿吃的什么？我赶紧换了一种语气，用一种可怜兮兮的声音回答，老公，我现在正在外面的救助站啃窝窝头喝凉水呢。老公惊讶地问，你说什么？你在救助站？我继续编，是啊，我出门的时候遇到了风暴，路被封了，回不去了。幸亏遇到一个救助物资点，这里有很多吃的。救助站的人说，过2天雪化了，他们就会开车送我回去，还会挨家挨户发物资，所以我不舍得吃，都给你们留着呢。老公开着免提，公公婆婆也听到了我的话，他们高兴极了。公公婆婆欢呼雀跃地说，有救了，就知道社区不会放弃我们，太好了，咱们不用省吃俭用了，有物资救助了。他们真天真，如果有救助站，物业怎么可能不告诉大家？我简单的说，老公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要排队充电，先不说了。我挂断电话后的这3天里，过得非常轻松，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玩玩，而我最爱看的节目还是34楼的公婆一家人。仅仅3天，家里就已经乱了套。原因很简单，公公婆婆和老公知道我在救助站有吃有喝，而且过几天就会给他们送来救助物资，他们便彻底放飞自我，大吃特吃，很快冰箱就见底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隔壁的小雅又来借菜了，公公婆婆也不装了，直言说不能借，但小雅红着眼睛，用又甜又嗲的声音问我老公，好哥哥，咱们单独谈谈吧，只有填饱肚子，我才能给你生儿子呀。这话暗示的太明显了，老公一听就酥了，紧接着把小雅带到了卧室，我忍不住骂，真是个渣男。小雅拿走最后的食物后，这一家3口终于慌了。公婆在小区群里问家里谁还有吃的，能不能行行好？可这个时候有吃的也是第一时间保命，谁还会搭理他们呢？婆婆突然想起我来，那个死儿媳去哪儿了？她不是说救助站有吃的有喝的吗？为什么还不给我们送来？公公也很生气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能这么快就把冰箱里的东西吃完吗？老公也很抓狂，骂骂咧咧打我的电话，可惜我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，他非常生气，扬起电话就要往地上摔，但最后他忍住了，毕竟摔坏了，连电话都没有了。而我则主动开机，给他们录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我
我正在美滋滋的烤肉，烧烤架上有战斧牛排、新鲜的澳洲龙虾。看完视频后，老公立刻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这次我点了接听。姐，你在哪儿？你还吃得这么好？我都快饿死了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龙虾。公公婆婆也在一边极度的发狂，我装作委屈的说，我一直在救助站呀，不信你们来找我呀。你们敢出门吗？说着我就要挂断电话，他们都慌了。婆婆说，别挂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儿媳妇求求你了，给我们送点吃的吧。我说，好啊，那你们3个给我磕头吧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给你们送一点过去。一听要磕头，公公和老公怒了，毕竟是2个大男人。老公说，姐，我是你男人，就是你的天，你居然让我们给你磕头。老公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果断挂断电话。往后的几天里，已经饿得不行的3人开始商量，必须有一个人要出门了。这个时候，2个大男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婆婆身上。老公红着眼，饿得发疯。妈，你也不想我们饿死吧？你出去找救助站吧，你找到之后，我们就能活下去了。如果你不去，我们都会饿死的。婆婆吓哭了，怎么可能有救助站？肯定是那个死儿媳在骗我们的，你可不能相信你啊！这么冷的天，我要是出去的话，一定会冻死的。我觉得好心酸，原来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出去的。公公不耐烦地把婆婆推出了家门。死老太婆，女人嫁到我们家就是伺候男人的命，你现在不去找吃的，还指望我们出去？婆婆没有办法，只能在楼道里一点一点地摸索着下楼。好不容易从34楼爬下来，可刚出了单元门，她就累得摔倒了。摔倒后的婆婆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几分钟后，她就变成了一个冰雕像。站在34楼的公公和老公都看到了婆婆，但凡他们这个时候冲下楼抢救一下，说不定婆婆还能活。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行动，漠视了。最不能考验的就是人性。第二天，人们在往外看时，婆婆的尸体也被人拖走了，具体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而这个时候，公公和老公已经饿昏了头，他们饿疯了，再加上天寒地冻，很快公公的心脏病发作了。儿子，快帮我拿药，救命！公公在客厅里喊，我在视频里看得心惊肉跳。谁知老公就站在公公旁边，他手里明明拿着速效救心丸，却没有喂给公公。老公也饿得神志失常了，他冷冷地说，爸，我快饿死了，没有力气给你滴药了，你老了，干脆你也去死吧，毕竟你儿子我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吃饭了。公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老泪纵横地说，儿子呀，我可是你亲爹呀，你可不能这么对我呀。老公发狠道，你就安心的去找我妈吧。儿子，不要啊。公公没有要，挣扎了半天，不再说话了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美女邻居小雅又来蹭饭了。她又冷又饿，穿的也不多。她对老公说，好哥哥，你再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可她说到一半就尖叫起来，因为她看到后面是我公公的尸体。小雅想要逃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老公已经饿得发昏，下意识抓住了她。在他眼里，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女人，而是一块行走的肥肉。我再也看不下去，吓得闭上了眼睛。往后2个月，我没有再看顶楼的监控，直到第3个月，手机里传来消息，小行星已经飞走，阳光重新普照大地，冰雪开始融化。终于小区的群聊恢复正常，有人在群里问哪家还有人活着。一开始群里静悄悄的，但慢慢的有人回应了，401、601、706、1502，这些房间里都有活着的人。可没想到有人报告说3404也有人活着，我心中一惊，难道我老公还活着？接着群里有人求救，快来人啊，有没有医生？3404的男主人还活着，但他已经疯了，他家里还有2具快腐烂的尸体。接着突然砰的一声，一个身影从楼上坠落，重重跌在小区里，是我老公。原来他杀人后早就疯了，在和保安的打斗中跌落楼下。几天之后，冰雪融化，世界陆续恢复正常。我数了数自己的财产，捐款外加打造安全屋，扣掉600万后，我存款还有1000万。我长舒一口气，终于可以开启属于我的新生活。